好了，各位亲友大家晚上好啊！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先分享的李燕同学的一个体会啊，体会很短，但是我觉得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李老师您好，打扰您了。说昨天晚上您在直播中说呀，只要有杂念，马上觉知到，说一有杂念马上觉知到，哎，这就算安静了。说这个呢，我真是深受鼓舞。我原来以为安静就对着头脑一片空白。”从始至终要保持住，说这个的确太难了。说他现在每次要站70分钟啊，说站70分钟要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觉得太难了。所以经常看小红书啊，有人站桩几个月就能这样了，就能那样了。哎，我有时候就觉得是不可能的。啊，原来觉得安静要怎么样，就觉得很难。说原来安静啊，也是在觉知中呢。说您说对吗？说只要在安静中放松下来就行了，不用刻意去追求极致的静，顺其自然就好。的确是这样。说这个安静，你要刻意去追求那个安静，就像上一次课我们分享，你放松一点，你已经在目的地了。这什么意思？你放松一点，你已经在丹田了，已经就在那儿了。他不需要说我在努力使劲就往那想去，你要越使劲那就不对。你往这一锻炼，哎，我觉知到很安静，哎，可能也有杂念，大家注意哈，什么最重要呢？当你有杂念的时候，你知道你有杂念，那个知道才最重要。那个杂念，你光想着杂念了，那麻烦了。哎呀，我一定很安静，哎呀，真安静。当你执着在这个安静的这个情境当中，那也不对。很安静的时候还得什么？我知道很安静，那个知道才最重要，就那个觉知才最重要。我觉知有杂念，说不怕念起，就怕觉迟。我觉得有杂念，回到那个觉上去了。安静，我知道这是安静，安静、杂念等背后那个觉知才至关重要。如果说我一直要保持这个安静，一直非得要保持那种状态，那太紧张了，你就不安静了。你只是执着在一个所谓安静的一个相上，和执着在那个杂念上其实是差不多的。你都离开什么？那个真正的觉知了。所以最根本、最重要就是那个觉知，那个知道安静，知道杂念那个知，那个才是最重要的。上一次我们讲的也是这样，你不要使劲去找，你不要使劲让我要到丹田，你就在那儿了。这个安静是什么呢？它本来就是安静的，只是你后面才有很多念头。我本来就是安静的，我知道，本来就是，你本来就是，你就不用什么呢？我使劲去这么安静了。一旦我们前面有这一课讲的，叫本来就是安静。有杂念在那个觉知就是我知道有杂念，我还是安静，还是那种状态还是那种状态。所以所有的锻炼一定注意要安静，要放松。你太执着于说我一定要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叫静，什么样的叫不要的东西是杂念是不安静，都不行。我都不要它，其实你也在执着，我执着着不要它。哎，我喜欢这个也是执着。抛开这个执着，回到你本来那个状态，那个就叫做安静，而不是你创造出一种安静的相，或者逃避一种不安静的相。你本来在那待着，没有所依着的那个状态，那就是安静，那就安静。所以今天我们再接着讲这个安静大家可能注意到这个题目今天的题目叫蠢蠢欲动，说念头气头。这蠢蠢欲动是什么呢？也是从安静上来说。前面就跟一个同学交流的时候讲到这个话题，你比方说讲安静说我这一锻炼，我站在这儿，说你看几十个人或上百人站在这儿，都闭着眼睛，好像都不说话，是不是都安静了呢？当然了，都相对来说是安静，但每个人的安静程度一样不一样呢？又完全不一样，又不一样。有的人比方站1个小时，哎呀，不停的有杂念，别人看着好像安静，可能他自己是不安静。有的人站一个小时，比方他100个杂念，这个人站有90个，
那90个就好过那100个，是吧？你这那80个，哎，60个，哎，越来越少，干扰的东西少了，哎，觉知的东西呢多了。说每个人的觉知情况呢也不一样，也不一样。又回来了，一觉知，马上一会儿又拉走了。有的人一回来之后，哎，能守很长时间那个觉知状态。所以这个觉知是不一样的。即使是大家注意，我锻炼往那一站，说头脑没有杂念了，说都没有杂念了，那是不是说每个人这个安静就都一样呢？其实也不然。大家注意有的时候我们说没有杂念了，没有念头了，你就真的安静了吗？不是。我说这个蠢蠢欲动就在这儿了。你看有的时候有的人生气也好干什么也好，在那儿你看看这头脑里什么都没想，没有任何念头，他的确没有念头，可是肚子气得鼓鼓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们自己可能也有这样的情况。你说那个时候你有什么念头？还没出念头，可是内在有个气儿，一股气儿，一股怨，一个恨，气得鼓鼓的，说那股恶气在那儿，随时等着要爆发。我们前面讲过那个呆若木鸡，讲的有一层的那个鸡，他在那待着，他随时等着跟人吵架，随时看着别的鸡来了要去打架。我们家里不也有这样的人吗？好像你看他没什么念头，他随时这个等着要干架一样。这又说明什么呀？在那个念头一出来，是个显现的一个意识念头，在显现的意识念头下面，所谓叫潜意识。其实这个还不是真正潜的，潜的很浅。哎，下面呢，其实有很多念头在那怎么样，蠢蠢欲动。只不过出来的那个念头，你把它叫做念头出来了。现在那个没有了，可是底层的好多东西就在等，一会儿等着要出来呢，等着要吵架，等着要往外跑呢。不单单是蠢蠢欲动，有的时候摩拳擦掌那种感觉。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你好像没有念头，可是心里面翻江倒海一样。我说的是很厉害的，有好多人没有翻江，但是始终有里面东西，有蠢蠢欲动的东西在干扰你，你自己都能感觉得到。虽然你不知道那个念头是什么，但你能感觉到有东西在干扰你。也就是说，当你内在这些念头还没有被觉知到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它是什么念头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觉知到了这些念头所引发的那个气。那个气叫什么？它不叫念头，出来的是一个念头，是那个念出来头了，这不叫念头，叫什么呢？是个气头。平常经常会有人说什么，说他气头上骂了人一句话，气头上打了他一巴掌。我们平常说过这话没有？气头上，气头，他没出那个念，有那个气儿在那儿呢。气头，你要仔细体会体会老祖宗这些话，真是很有智慧。他那里面，你现在可能就一个念头，哎，它没有了，好像没有念头了，无念了，其实不然。就隔着一层薄薄的窗户纸，底下有好多念头呢，好多小鬼在那等着我要出来呢。没出来之前，你不知道是什么念，但是呢，它那个能量已经往外出了，你能感觉得到。你要仔细听，每个人都有那个，这里面是不净的，就你里面这个心出来这个念头，里面裹着是不净的，像烧的一样，是不安的。那个气头总往外跑，真的是这样。那所以我们锻炼的时候，安静要不单单把表层这个念头放掉，还得把底下，把这个气头怎么样，把它化了。大家想是不是这样？你把这个没露头的那个念，你把它怎么样化了？绝大多数都能感觉到里面有一股子气，那个就是里面没出来的那个念带来的那股气，那个气头，当然气头有生气的气头，也有可能喜欢，也可能贪恋，就是有一种感觉。那个贪也是呀，来了酒瘾了，呀，他这时候没有想着我要去喝酒，可是那里面那个酒的那个念头，那个气头已经把你全身
那个贪酒和贪烟贪的那个东西展现出来了，已经展现出来了。所以你要真正的安静啊，不单单是把念头没有，要把底下那个气头们那个气儿也要给它化了。念头散掉了没有？有觉知了，要对那个气头也是要有觉知，也是要有觉知。哎，这就从念上往深处走，深处安静了。也就是说，都没有念头，都没有显在这个念头，但底下那个安静的程度啊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大家要真的要去深深体会，哦，里面要变。是为什么讲要自净其意呢？里面那个气儿，你得把它弄静了，要安静了。平时要修心，让底下蠢蠢欲动、摩拳擦掌的东西让它沉浮下来。锻炼的时候，你要深入的去觉知，洁净自己的心，降服，服下自己的气。我前面曾经讲过哈，说要长生，要服气，要吃气。说服气不长生，长生需服气，降服这个服。但这个服气有多层含义了。这一层含义表示就降服住怒气起来什么气，把它降服住。当然很重要，还有个原因，还有一个层气的含义是什么？那个服气，那个气息要沉下去。我们讲那个心息相依，要相依到丹田里去。要呼吸一种到脚上去，那个服气，就通过这个服气，通过呼吸，去服气，通过心息相依的呼吸去服气，就把里面那个蠢蠢欲动、摩拳擦掌的那个什么那些念头、那些气头怎么样，让它沉下来，收下来。过去讲服气，就降服这个服。什么叫服气？息定于中，那呼吸那个息定于中。不讲是站桩，把那一单手抱元守一，那个气降服下来了，气不往上走了，就变得恬淡虚无，整个就会恬淡虚无，自然真气从之。哎，精神一吸气。心息相依，那个精气神都守到里面去了，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啊，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讲这样一个如何让自己更深入的这种安静，就往那一待的时候，不单单头脑里面不想是安静，往深层走。大家可以跟随我，你往深层一走，把那气儿往下一沉。所以气沉丹田，它是有原因，不单单是丹田这要气，把那个内在那个气头要把它沉下去，不让它往外冒，把它沉下去，归为气海。沉。就把在出来的念头的那个地方，再往深处走，那些蠢蠢欲动的念头，也让它怎么样安静下来，沉下来，把那个气儿落下来，落下来。这个当然是我只是这样说啊，练还得要去自己去体会，哎，你才能真正体会到那么种状态。那我跟大家讲的就是我自己有体会，就是你真是沉下来。你过去好像没有念头了，可心里面呢还有很多贪着的那种气儿，那个气没沉下来，你就不是恬淡虚无，你里面是浓浓的有股气在里面，怎么叫恬淡呢？怎么叫虚无呢？就没有。把那个气下来，哇，这个浊气沉下来了，浊气沉下来，恬淡虚无了，自然真气从之，你真正的那个能量，那个气就出来了。往下一走，精神守到丹田深处，精神内守，那个浊气化散了，真气出来了，你整个人的一团气就变得纯净了，纯净了，那还哪有病呢？
你身体不就健康了吗？这病难从来，是吧？所以这个过程真的是一个锻炼的过程。你试一试哦，真的是这样哎，你身上的气儿纯了，干净了，你干净了，它自然就健康了。我说清这意思没有啊？这今天主要讲这个内容就是什么呢？哎，要警惕或者是要觉知，要警觉自己心里面的那个蠢蠢欲动，那个藏在平常显现念头下面那个潜在的念头。你把它说这叫潜意识，已经潜在的，它还没出来，没以念头的形式出来，但是呢，它那股气儿已经在那儿，已经在那儿。你看一个人的气质，一个人一讲话，哎，一说话能展现出他的气质。有人不说话，就那待着，他自然就有那个气质。说腹有诗书气自华，他内在有那个修养，哎，展现出这样一种气质出来。有的人满心都是贪欲，一到哪看，你都能感受到他身上那种贪婪的那个气息。所以这样的人，你往那一锻炼，你内在那个贪婪的气息一直在那扰动，你怎么能清净呢？大家说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这个安静啊，可不单纯就是没有念头就算了，你还得变自己的气，让自己的气纯净再纯净。纯净的时候，它对你生命就没有干扰了。大家想是不是这样？说为什么讲自净其意呢？王阳明先生也讲，你要求静啊，先寻理。以后有机会再说这个，就是你要想安静，那你先修这颗心。安静不是单纯在锻炼的时候单纯的一个技术性的方法，一个安静，而是什么？在生活当中。因为如果你带着一个不安静的身体，或者不安分的身体，身体里面好多不安分的东西，好多不安分的气在那儿，你往一顿，那个气就来干扰你了。大家想是不是这样？所以为什么要修心呢？修得很光明磊落，哎，你自然而然往那一待，说半夜不怕鬼敲门，很光明，很纯净，哎，往那一待，哇！霍元吉老先生就讲什么呢？说学始于什么呢？不期暗示，说曰慎独，说凡视听言动，说自家呀时时了照，时时了照。你的视听言动，你要怎么样？时时了照，要觉知得到，觉知到，哎，视听言动是不是符合理呀？是吧？说稍违天理呀，即刻灭除。一旦有违背良心的，即刻灭除。说如此练心，无再不是道也。说你这样去修心的话，你到哪都是在修道，当然修道。你这个心练得很光明了。说然之后怎么样呢？说幽闭加以调息的功夫，方是练命之学，性命双修啊，性命双修。所以你单纯的安静，如果单纯把它当成就是一个锻炼的方法，光去修性而不修命，而忽略了在生活中这调心去修性，那你就不容易获得成功。所以我们要经常检查自己内在有哪些东西在蠢蠢欲动。平常说蠢蠢欲动可能觉得不太好一个词儿，当然我这儿讲的是个中性的词儿。你看生活中总惦记一些什么事儿，他也会什么小蠢在里面等着要动啊，总惦记自己的孩子会不会怎么样，总惦记什么什么事儿，他也是在里面不停的动。要把这个放掉，让自己心静下来，纯下来，让自己的身体里的气，不单单觉知那个念头，还要觉知那个气头。气头千万别气头上，我拿气头上做什么事儿，气头上那个气头，你没觉知那个气，你没觉知那个气头，可能就一气之下，你看一气之下干了什么坏事儿了，一气之下做了什么后悔不迭的事儿，就是你对那个气头没有觉知。
所以要真正的安静，不单单要觉知念头，还要觉知气头。好了，我们现在来开始今天的锻炼啊。好，安静。全身放松，脚分开，身后8字。安静。百会上领，两臂向前，向上慢慢抬起。身体微下蹲，身体放松，放松到虚空之中。身体是空空松松，空空静静。身也从虚空中好像有一回收，一收神，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心息相依。
觉知，你就在丹田深处了，不用努力去想，你本来就在那，本来就安静。心息相依，一动不动。身体所能动者，一动不动。
会上领，身体慢慢直起，脚慢慢合拢，手缓缓下落，重叠在肚脐上。两手分开，敞开心胸，张开怀抱，手向上落去，那颗心广阔无垠，万善俱备。齐平，肩平，到头顶上方，停留一个呼吸着，慢慢下。颈额头，面部，胸，
富贵婴儿，两手抚于足面，下身体，下身体，下身体，转掌，颈椎的后侧，向上。点印们安静，手向前，肚脐点按，两手重叠在肚脐上。静养，好，大家静坐静养。安静，
时候啊，你能比较清晰地感觉到你心中的那个蠢蠢欲动，那个不是念头，是气头，当然也是念头，它没出来之前。你要去觉知是什么样的东西，让你内在内心不安，不是表面上有什么念头，是内心里面的不安。很明显，你比方做了错的事情嘛，那种良心不安；有的不是做了错的事情，就是你心中老惦记着，或者对什么东西特别执着，它也会在里面蠢蠢欲动，影响你安静的那个境界。有时候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你会觉得那块一团气，就把它化开，随着心息相依，把气沉入丹田，把那气化开，把它浮下来。有时候你觉得我一沉浮下来了，气沉丹田也有这个，一沉下去，你会觉得身体一下子轻松了，清爽了，甚至那个气儿的质量啊，自身能量一下子变得很清灵。我们保持这个状态啊，愿意多做一会儿的就多做一会儿，愿意收的啊自己就慢慢的收啊。大家晚安啊。